嘿，大家，我是 JR， 欢迎来到我的正能量频道。前几天我为了找一个资料，我就翻开了一本 N 年前买的书，结果我意外的发现了一个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面，我一直很想要分享，但始终却又找不到出处的故事。我看到了当下超级兴奋，马上决定要来拍这部影片。这是一个关于追求完美的故事。出处是来自彼得·杜拉克的书。嘿，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，彼得·杜拉克90年代的人啊？不，听我说来，有一些事情，有一些人，有一些思维就是经典，就是历久不衰。就算已经来到了资讯网络时代，彼得·杜拉克的管理学思维还是影响着全世界。越是根本性的东西，越是能够长久存留。杜拉克的思维就拥有这种地位。那这个故事是杜拉克在讲述他生命当中7个重大的体验之一，让他体会到知识工作者该如何维持自己的效能这件事。知识型 YouTuber 应该也算是知识工作者吧。Anyways， 来啦。西元前440年，有一个希腊著名的雕刻家叫做菲迪亚斯。菲迪亚斯在当代被委任要制作雅典山丘上面帕德嫩神殿上面的雕像，但是当菲迪亚斯去跟市政府请款时，市政府却不愿意付钱。原因是这些雕像位在神殿的屋顶上，而神殿位在雅典山丘上的制高点，所以人们根本就只能够看到雕像的正面。然而菲迪亚斯却申请了整座立体雕像的费用，所以市政府不愿意拨款。这时菲迪亚斯反驳说，You are wrong. The gods can see. 你错了，天上的众神看得到。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的认定而去做某件事情，那我就只会去做人们看得到的那个部分，那我也只会在那个部分有所成长，在那个部分有所得。但如果我是想着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就会超出别人的期待来做事情，我就不再是为了别人的认同和掌声而来做这件事，我也就会比那些只是看着人来做事的人成长得更快，提升得更多。彼得·杜拉克在被问到说认为自己的哪一本书写得最好的时候，他笑笑地回答说，下一本。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这可是他的肺腑之言啊。因为即便当时他已经超过80岁了，但他从来都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他不断地继续追求卓越，也就是这种企图心让他不断地成长。这部分他深受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影响。威尔第在1893年80岁的时候写下了一出歌剧叫做《法尔斯塔夫》。有人就问威尔第说，你已经是19世纪最杰出的歌剧作曲家了，为什么高龄80岁还这么努力创作？况且这又是一个很艰涩的作品。威尔第回答说，在一辈子的音乐家生涯中，我努力追求完美，可惜一直失之交臂，我有责任要再试。杜拉克在提到个人，特别是知识工作者该如何维持自己的效能时，他提到了以下这些事。首先，要有像威尔第法尔斯塔夫歌剧所带给我的目标和愿景，只要继续不断的追求，一个人就能成熟却不老化。其次，我发现能维持个人效能的人都抱持和菲迪亚斯一样的工作观。上帝会看到我做的努力，他们不甘流于平庸，尊重工作的完整性，其实这正显示他们的自尊。当然，这都只是杜拉克著作里面的冰山一角，但是充分的体现了杜拉克这个人的为人和精神。最后再提到一个影响杜拉克人生非常大的人生体验。他的父亲有一个老朋友，也就是知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。熊彼得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，个性很率直，也很浮夸自傲。1949年还是1950年的时候，杜拉克和他的老父亲就去拜访了这位老朋友。当时的熊彼得还在哈佛大学任教。那一次见面，杜拉克的父亲笑笑地问他说，你现在还会提到希望后人怎样回忆起你吗？熊彼得听了放声大笑，连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父亲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熊彼得在30岁左右出版过2本经济论著时曾提过，他最希望后人回忆起他时，记得他曾是欧洲最伟大的情圣，最伟大的骑师，或许也是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。熊彼得跟父亲说，是啊，对我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，但我现在的回答可不一样。我希望人们会记得，我是把好几位聪明的学生调教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。接下来这本书里面继续提到，熊彼得一定看到我父亲脸上惊讶的表情，因为他继续说，你也知道，以我现在的年龄，已经能体认到，光让别人记得你的著作或理论还不够，除非你能够让其他人的生活因你而有所不同，才算真的有所作为。在这一次拜访5天过后，熊彼得就过世了。
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杜拉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他说，人活着必须要扪心自问，希望后人记得什么样的自己，还有怎么样才可以让别人的生活因你而有所不同。这两个想法真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。我也认为这两种想法是可以不断的促使你追求卓越，不断的造就自己成为一个更伟大更了不起的人。所以今天这几个彼得·杜拉克的故事跟你们分享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来经营自己的生活，经营自己的人生，甚至能够带给别人更大的益处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如果你支持这种正能量影片的话呢，也可以到我的 Pressplay 计划去给我支持一下。就是因为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能够继续创作下去。Alright, pressplay.cc/jrlee， 我们下一次再见 ，Peace。